好，我們現在要去胡佛大壩。為什麼又去胡佛大壩呢？因為聽說它現在有一個燈光秀。為什麼有燈光秀呢？因為今年是美國建國的250周年啊，所以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燈光秀。這也就讓我想起來，為什麼我們前幾天去Grand Canyon 大峽谷買那個美國國家公園那個年票，上面是有特朗普畫像的，因為今年就是美國建國的250周年，它上面還有喬治華盛頓的頭像，因為喬治華盛頓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統嘛，然後特朗普是美国的现任总統，那個年票上還寫着250，就是250周年的紀念。今年還有好多東西呢。對，今年250周年是個大年。對，什麼銀幣、金幣，有很多的紀念幣，因為是個整年嘛，就這個年數，它當然每年的國慶都是很重要了，只不過就是今年這個正好卡上了一個250周年。對，還有帽子。還有帽子嗎？有各種紀念品。衣服。美國的國慶呢是每年的7月4號，它其實就是象徵着美國獨立宣言的正式簽署，就是1776年的7月4號。那這個美國獨立宣言，它不僅是一個法律文件啊，它是美國的思想基礎的国家信念哈，它非常的重要，对美國來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因為當時呢是在北美有13個英屬殖民地，經過英國政府的這個長期殖民統治以及不平等的待遇，就是和英國政府有非常強烈的矛盾，所以呢就產生了一些獨立的思想，就是人民起義。人民起義，對，所以在1775年的時候就是開始了美國獨立戰爭，然後1776年6月份開始起草這個獨立文件，7月4號就通過了這個正式通過了這個獨立宣言啊，也就意味着美國正式成立了。那美國獨立宣言呢，在當時是屬於非常有革命思想的這麼一個文件啊，它的思想核心主要有3個，第一就是人人平等，其中呢就包括生命 life， 然後自由 liberty，還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pursuit of happiness。 第二個呢就是政府的權利來自人民，它就是很明確的表達了政府的權利不是國王賜予的，而是來自於人民。所以說政府在任何時候如果侵犯到了人民的權利，人民是有權推翻甚至是改變它的。那第3個呢就是宣布這13個殖民地脫離英國的統治，獨立成一個國家。這個獨立宣言其實不光是對美國重要，它對全世界都有一個影響的作用。後來才發展很多有那個，就是歐洲啊，還有很多很多國家就是脫離殖民地，就它起了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先導思想。對，它是一個非常有革命思想的、革命先進思想的這麼一個文件。因為那個時候是有貴族社會的。然後有奴隸制度的，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奴隸是沒有權利的，對，就他沒有做人的基本權利，對，你的所有東西，你的身子，你的所有東西都屬於主人，對。獨立宣言以後呢，這個人民就有權利了。其實我覺得人權這個事情，就是到現在為止，我覺得其實咱們有時候就是咱們通俗的講，為什麼說人權很重要？你比如說，你可能犯了違法了，你被警察可能要把你要抓你，那警察第一句話就跟你說，你有權保持沉默，对，然后边是说你的每一句話就將來在法庭上當呈堂證供，但是你有沉默的權利，對，你可以不用說話，這是你的權利，對。那第二個，比如說你的家，就是不光是你的屋裡，你只要是你的土地，因為你的院子，你只要是你的私人土地這個領域內，任何人是不得侵犯的。對，這就為什麼在美國，你如果說有人侵犯到你家裡，進到你家裡，你是有權利，他要傷害你的話，你是有權利給他崩了的。對，而且就是這個是你的權利，正當防衛，對，這是你的正當防衛，這是你的權利，因為我認為你對我的生命構成威脅了，對，所以我可以把你打死。對，那你就即便是警察要來你家，你要有法官的搜查令。对，才可以進入你家。對，你不能就隨便就進來，我必須要有這個政府文件，對，才能進行下一步的搜索。對，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我覺得就是最淺顯的一個人權的一個，對，就是現在美國社會這個人權、平等、自由的一個根基，就是來自這個獨立宣言。對，然後還有就是言論自由。
言論自由其實我覺得可能也很重要。就像你说，你可以拿川普開玩笑。對，那天我在電視裡看一個那個廣告，就像打那個地老鼠似的，全是川普的腦袋，然後就是砰砰砰砰打地鼠似的。你要是不支持他，你隨便怎麼說，都是你是有這個權利的，這個民眾。對。你怎麼開玩笑？你把它做成什麼漫畫人物啊，就是那種奇怪的人偶啊，都是有這個權利的。你很多電影，比如好萊塢的電影，你就講這個，像咱們前一陣看的那個，就是專門講白宮裡邊那個總統什麼那些，叫什麼名字來着？我忘了。這還是一個第一部、第二部的那個。對。就他可以把白宮的事兒都拍成電影。對。而且他把白宮的一些醜惡的事情也可以拍成電影。對。這也是自由的一種。我們現在呢，就是要去胡夫大壩去看看這個燈光秀。但是美國說句實話，這個燈光秀哈，咱也不給他抱太大希望。但是畢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這麼一個日子，我們去看一看。對，好像美國這個就是從現在到7月4號之間，會有很多這個國慶的活動。我覺得咱們有機會就可以去感受一下，去參加一下，因為今天畢竟是大年嘛。今天對，國慶煙花什麼的也可以看看。我們之前不是去過那個就是拉斯維加斯大道上看過煙花，幾分鐘，人很多，但是的確是國慶的這個盛況哈，大家都出來慶祝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對，然後現在也不累，現在特斯拉自動駕駛，我們現在這個自動駕駛升級到了最新的版本。對，14.3.3，就是更加聰明了。对，我前2天去洛杉磯，我特別有感受，就是你知道它現在，因為我用的那個迅捷的模式啊，咱們現在是標準模式，對，我用的迅捷，你知道它就特別自如。以前那個迅捷模式吧，它有時候比如說你換道的時候，它會猶豫一下，現在它就跟人開車是一樣的，它就是穿來穿去的。就是它很自如的去開，而且它比如說，遇到了像我記得以前它比如地上有那種黑的車的印兒，就剎車印兒，它會躲開，就你有時候你到，它突然剎車，它現在的識別能力變得非常非常強。我那天用這個最新版本的自動駕駛，我還發現了一個特別好的一點，就是你知道在美國的這個公路上啊，就是高速公路上有的時候会有很多的機車。就是不是機車，那叫摩托黨吧。就是他在你後邊開過來的時候，你必須是要讓他一下的。那我有的時候就是其實我是看不見他的，因為我不是經常的去看後視鏡啊。那有的時候這個摩托車走過去以後呢，他就很擠，其實是不對的，就是我應該讓他。但是現在這個自動駕駛呢，它是會自己讓這個摩托黨的，騎摩托車的，他會往旁邊讓。我覺得這個就變得非常智能，非常的好。我還記得1年以前我們剛提這個特斯拉的時候，那時候自動駕駛我不是還特緊張嗎？還覺得開得不好，一會兒來個急剎車，一會兒是。現在這個版本就是特別的智能了，我覺得。而且它現在就是讓你那個人接管的時候，就基本上很少。就是你稍微比如說你看一下手機，或者說你看我從洛杉磯回來，我還路上吃了個漢堡呢，我買了個漢堡，我就是一邊開車就一邊吃了，所以我覺得它現在它慢慢的，其實它是在向這個14.4好像是它的終極目標了，就是完全自動駕駛。再跟大家說一個這個自動駕駛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啊，就是因為我出門如果不擦防曬的話，我會戴帽子。戴帽子就不行，戴帽子它就會提醒我，就是說就是你的這個就是自動駕駛那個叫什麼，反正就是因為它看不着我的眼睛，它這個攝像頭啊，它看不到我的眼睛，它不確定我的眼睛是不是睁着的，所以它就不能完全的用這個全自動駕駛，就它時不時的我就得手扶一下，它就得要求我手扶一下，或者是就是掰一下這個方向盤，就不像。你的臉如果全部露出來的話，你就完全就是整個幾百英里你都不用去碰它的。但我觉得現在已經非常好了。對，當然這個非常好是因為你比以前的各種版本就已經很智能了，很好了。特斯拉有那個自動駕駛出租車啊，那個就是無人，現在它好像在奧斯汀已經實現了，有好像幾十輛吧，就是真正的就是無人監督的自動駕駛了。修復了很多細微的東西，比如說在人多的時候，
如说车多的時候，它的反應能力跟它的這個應變能力就變得非常的強了，現在比人開得好，是吧？我也覺得自動駕駛開久了以後，我再自己開就覺得我自己開得特不好，而且特累，因為你不用想這個路是怎麼走，反正你導了航了，對，它就自己就走了，對，它也不會超速，你也不用非得就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。去關注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超速了呀？我是不是走錯了呀？或者我整個後邊有沒有人啊？我覺得他也不是說完全不超速吧。上次租咱們房車那個人不是？對，想起來我們上次租我們房車那個男生啊，就跟我說，因為他也是有特斯拉，然後他就跟我說，他已經20年沒有被 pull over 了，沒有被警察叫停了。唯一一次叫停就是用了特斯拉的這個自動駕駛的迅捷版。但是警察沒有給他那個罰單，因為他是第一次嘛。然後他說，但是就是破了他20年沒有被 pull over 的記錄。新的特斯拉自動駕駛，它還多了一個這個連續記錄啊，就是你用這個自動駕駛開了多長，這一段路你開了多久了。然後它還會，你如果取消了這個自動駕駛，它還會問你為啥取消，是因為不舒服啊，還是因為導航啊，還是因為個人原因？所以它其實是在不停的升級當中。你看現在，我給你試一下，取消。你看這自動駕駛取消以後，它就會問你為什麼干預，是因為導航，還是因為停車，還是因為有危險，還是因為其他？那我們現在呢，就是在一個標準模式下，它還有這個迅捷，還有極速。這個極速我就受不了，我覺得就是開得太猛了。然後它還有舒適以及樹懶模式。我一般就是用標準，然後富貴一般就喜歡用這個迅捷。我不知道誰會用極速，大家用這個自動駕駛，如果有用極速的人，跟咱們分享一下這個極速的感覺到底有多極速，會不會像你自己試試不就行了嗎？不行，我不敢試。一如既往的要過這個檢查站啊，他還是要問問你有沒有槍啊，有沒有帶什麼危險物品啊，無人機啊之類的。今天我們要去上次來胡夫大壩沒有去過的地方，我們要走這個 Z 字形的路上到橋上面去看大壩。上次我們沒有上到橋上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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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晚上出來還行，Vegas 現在白天巨熱無比。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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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。這個 Z 字形是有輪子的，是設了個 Z 字形的，然後我們。樓梯是直着上去的，就是人民的權利。對，坐輪椅的權利。對，因為美國有很多那種就行動不方便，他會開那種小電動車。今天要看不一樣的 Hoover Dam， 我來過幾次都沒有上到這個橋上面。今天我們為了看這個所謂的燈光秀，這是 happiness， 這是 pursuit of happiness。那我這個幸福點也忒低了，這上個橋我就 happiness 了哈，哎呦 ，so happiness。這那天做油潑魚的時候，燙的、崩的，所以大家做油潑魚的時候最好不要穿吊帶啊，也不要那個油溫太高，這崩了，這正好在胸口這幾個點兒就是油崩的，哎。這路這 Z 字上來還有個這種鎮呢，這什麼鎮呢 ？Protect the place of nature and history. Design the dream with science and art. Find solid ground with service and test. Span the gap with cables and arch.他們都走了，因為他們是要看這個夕陽下面這個燈，夕陽下面的大壩，我們是要看燈。這條路是通去哪兒的？咱也不知道。阿爾宗呢 ？Phoenix. Yeah, maybe. Phoenix. 这条路還蠻漂亮的耶。
待會兒這個面上會有燈嗎？會有個國旗嗎？哦，那個國旗在下面，它是升起来那个国旗，你看底下有個角，國旗在這兒呢。刮大風了，刮大風就給它加一些 dramatic 的效果。你媽，這上面還挺顫的。對，那這個橋都畢竟有大車過嘛。旗升起來，你得有個旋律吧？它會放國歌吧？美國國歌吧？沒事，他不放，我給你配一個。請來不願做，哎，不對，當當當當當當，不對，我這太不好了，那你一個意思，都是不願做奴隸。你看他現在已經，這個面上已經打出來國旗了，國旗的星星和這個紅藍條了。壩底下這個水還是挺洶湧的啊，還是有一些波浪在的。星星已经在山上亮起来了，估計馬上就要升國旗了。這燈光是有變換的。燈亮了耶！燈亮了，你知道這個旗總共重2000磅啊，它是300 feet 乘以150 feet 這個旗，2000磅重的這個旗，待會兒要升起來。它還升起來嗎？天都黑了，它還升嗎？升嗎？嗨，大家，给大家 update 一下咱們這個胡福大壩的這個國旗哈，那天就是沒有升起來。正常來說呢，它是應該每天早上升起來，然後呢晚上燈光秀完了以後再收回去。但是我們去的那一天呢，刮大風，所以它就沒升。這幾天呢，我們就想說逮着空，哪天風不大的時候，我們去把這個大國旗還有這個燈光秀給好好拍一下吧。結果咱這 Vegas 這妖風把這個國旗給吹裂了。咱 Vegas 這個風是真的是很厲害啊，所以咱也不知道這個國旗在國慶之前到底能不能修好，我們估計也拍不到這個完整的畫面，那就給大家找一個網上的圖片讓大家感受一下吧。行，今天就這樣吧，這期就這樣吧，拜拜。如果想要去看這個胡福大壩的這個壩上的這個國旗和燈光秀的朋友，去這個 Hoover Dam 的官網去查好時間，看看這個國旗修沒修回來再去哈。拜拜。